很多甜宠故事都来自设计好的桥段，可子瑜和天许宁的互动却是一种根植在骨子里的自然亲密。最令人心动的并不是公开的告白，而是那些不经意的举动，尤其是天许宁看子瑜的方式，完全不像男女朋友之间的常规互动，反而更像在照顾一个只属于他的宝宝。有人说，一段关系最真实的样子，往往在无声的动作里显现出来。子瑜总是无意识地靠向天许宁，不管是在后台、通告现场，还是私下聚会，只要人一多，声音一吵，他就会本能地站到他身边。而天许宁也从来不会疏离，甚至不用眼神交流，就会微微让出一个空间，让子瑜自然地靠过来。他给他拿水，不是一杯普通的水，而是习惯温度、偏甜，甚至连吸管角度都摆得恰到好处。他替他整理脉线，是那种怕弄疼他、怕碰乱他头发的小心翼翼。他走路时习惯走在外侧，把他完全护在臂弯与身侧之间，哪怕他自己都没意识到。这些细节不是演出来的，而是下意识的。真正的宠溺从来不是张扬的宣告，而是他习惯把他当成需要保护的小孩，而他也习惯把自己放进他的世界里，不用请求，不必解释，一切都顺理成章。更有趣的是，只要子瑜情绪不高或有点累，天许宁就会瞬间察觉。他不会问你怎么了，而是会把他的外套拉好，轻声提醒吃点东西，或者干脆一句话不说的陪着。那种温柔，不是恋人之间求安全感的安慰，而是近乎家人式的照顾。仿佛在他眼中，子瑜不是一个会离开的人，而是一个必须放在心尖上的存在。如果说情侣是你爱我，我回应，那么他们更像是我照顾你，你依赖我，没有契约，也没有界限，却牢固的不像话。这不是开始，而像是早已默认的归属。如果说天许宁的温柔是下意识的，那子瑜的粘人更像一种被宠出来的安心。她不是性格软弱的人，也不是缺乏主见的小女孩，可唯独在天许宁面前，她会自然切换到一种被照顾模式，那种状态绝不是演出来的。她会在他讲话时轻轻抓住他衣角，不是为了博关注，而是习惯。她在人多时不会主动说话，但只要天许宁在，她就能静静待在身边，像只乖软的小猫。她吃饭时永远坐在他旁边，碗筷杯水从来不用自己伸手，就好像默认他会处理好一切。有一次录制节目结束很晚，大家都在卸妆收拾，子瑜坐在角落里打哈欠，头一点一点要睡过去。天许宁没有大声叫他，也没把他摇醒，只是把自己的外套盖在他腿上，手撑在他身侧护着他，生怕人来人往撞到他。那画面，工作人员都看呆了，不是情侣感，而是爸爸抱崽的既视感。外人看，他像在撒娇，真正懂得的人却知道，那是只有在极度信赖的人面前，才会显露出的幼态。他不需要表现乖，也不害怕被嫌麻烦，因为他知道，天许宁不会走，也不会烦。而他的依赖，也不是那种软塌无力的需要他来救，而是一种我知道你在，我就可以放心做自己。有人曾打趣说，子瑜不是恋人是依赖，是幼儿园被接回家的小朋友是放松。这句话听起来可爱又好笑，却比任何甜言蜜语都贴切。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安全型依恋，意思是一个人只有在足够被爱、被接纳、被理解之后，才会展现最真实、最放松的样子。而子瑜在天许宁身边，就是这种状态。他不用聪明，不必完美，无需坚强，他只要软软的、懒懒的，偶尔迷糊，就足够被他捧在手掌心里。他知道，即使他像孩子一样慢半拍，也永远有人替他看路、挡风、递糖。在别人眼中，她是漂亮、有实力、独立的大女孩，可在他眼中，她永远是那个需要被牵着走、被轻声哄、被小心对待的宝贝。真正让人心动的，从来不是说了什么，而是做了什么。天许宁对子瑜的态度，并不是普通喜欢，而是一种带点独占意味的守护。他不会高调宣示主权，却会在每一个细节里让所有人明白，他的人生半径里有他就够了。首先，
是无声的界限感。在公开场合，别人想和子瑜搭话，他会礼貌但自然地站在他旁边，不插嘴也不制止，却让对方不自觉保持距离。别人递饮料给子瑜，他会顺手接过去，确认温度才递给他。拍照采访时，他只要微微靠近，他就会下意识护着他的肩、手或腰侧。这些动作没有一句他是我的，却比宣告更有力。其次是偏爱型纵容，别人迟到、忘词、犯错，他未必会特别温柔，但只要是子瑜做错什么，他永远是那个最耐心的人。他笨手笨脚掉东西，他不责备，只弯腰帮他捡；他忘记流程，他第一时间提醒；他表情疲惫，他会主动把工作细节扛走。有人问他，你为什么总照顾他？他的回答也许不多，但眼神里那种理所当然已经说明一切。第三是低调排他性，他从不刻意避嫌，但也不会让任何暧昧靠近他。不论身边是谁，只要子瑜稍有不自在，他就会用眼神、动作调换站位的方式，把他拉回到自己掌控范围之内。他不吵、不闹、不强调，却能让气氛自动归位。他不是占有他的人，却有种天然的心理默契，别人靠近他是来宾，他靠近他是归属。最后是未来感态度，真正走进别人生命里的人，不是说我喜欢你，而是下意识把我和你放进同一个世界观里。天许宁谈到行程、节奏、规划时，经常把它纳入考虑范围，并非炫耀，而是自然而然。这种在意看似平静，却藏着强烈的归属意味。所以说，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从来不是恋爱前奏那么简单，而是早就在无声中形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连结。他是他的小孩，他是他的定心丸，别人顶多是过客，但他们彼此早就是默认存在。在旁人看来，天许宁只是温柔，但真正靠近的人会发现，他对子瑜的爱是一套有逻辑、有流程、有预案的育儿学。他手机里专门建了一个小备忘录，子瑜不耐受的食物、对气味的偏好、演出前后最稳定的能量点心。他会把他的麦克风线用柔软贴包好，避免摩擦皮肤。通告车恒温在25摄氏度，外套和薄毯一厚一薄叠好，水杯永远是温热而不过烫。排练时，别人讲重点，他先讲节奏，几分钟补水，几分钟拉伸，几分钟安静。正式舞台前，他总让他闭眼10秒听心跳，把声音交给自己，再交给我。遇到突发状况，他也像家长一样冷静。主舞台灯光偏白，他立刻换掉子瑜高光。后台人多嘈杂，他用身体挡出一条安全走廊。话筒笑叫，他先用手势稳住他，再对调音台比出3段式指令。这种细节不是宠而已，而是对他的生理心理场域3重守护。他懂他什么时候会紧张到手心出汗，懂他何时需要一颗软糖提气，也懂他什么时候其实只需要一个轻轻的拥抱与靠肩的空间。在情感心理学里，这叫共同调节，一方的稳定成为另一方的锚。天许宁不是替他长大，而是让他在被妥帖照料的同时，保留所有自我表达的能量。因为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提前照顾，子瑜得以把注意力全部交给舞台与热爱。这就是宝宝式恋爱的本质。外界再喧哗，他只要回头，就能找到一处永远为他空出的怀抱与位置。有人说，好的爱让人变懒，可在他们身上，好的爱让人变轻、变勇敢。恋爱不是把人圈进笼子，而是为他点亮路灯，告诉他，放心走，我在你身后，替你挡风。被宠爱会不会让人依赖？放在子瑜身上，答案恰恰相反。他的幼态只在他面前出现，走上舞台，他是能量极稳、眼神有风的专业主义者。这种反差源自安全感，当后台有一个永远可靠的基地，他在前台就敢把自己推至极限。一次直播彩排出小故障，耳返延迟，队友慌乱。子瑜第一反应是抬眼去找他，只一瞬的对视，他呼吸归位。天许宁举起3指，3口呼吸，2步后退，1秒定点，他照做，节奏回到掌心。这样的共同语言是长期磨合后的默契密码。
偏爱也让他学会设界限。过去他总怕麻烦别人，如今他能清晰表达这会让我不舒服，